没有想到巧克力有这么多用途。以前我们都觉得巧克力只是拿来吃啊，或者是冲泡啊、喝啊。我没有想到在国外这个巧克力入菜已经不只是西方哈，连离我们很近的这个日本、亚洲的菜色也有放进巧克力。大家好，欢迎来到品味之境 The Border of Taste。我是以望，前面介绍了巧克力的历史由来，所以很多人就问我啊，巧克力除了吃的、喝的、泡的，还可以怎么样呢？今天我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Simon 主厨来帮我们介绍要怎么样把巧克力入菜。欢迎我们的好朋友 Simon。嗨，大家好，我是 Simon。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所以我今天准备了3种巧克力来入菜哦。那我们来尝尝看吧。好。那我们把这个牛肉腌大概2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把牛肉挑起来。然后下锅之前呢，我们先加点盐巴。然后胡椒，加点胡椒粉，让它有点味道。然后要下去煎之前呢，我们沾点面粉，好，我们稍微把它煎定型之后，它就比较不容易散掉。哦，原来沾面粉是在炖牛肉的时候可以让它，比如说定型。对。那为了增添它的香气呢，对。我们在欧洲这次有时候会加一点培根，培根可以先炒香。我们可以用这个锅子先把这个培根先丢进来。那这个稍微煎上色之后，我们就稍微把它翻面，每一面稍微煎一下。不过我也想知道哈，为什么在欧洲他们会习惯用巧克力入菜放在炖牛肉里面啊？是这样子哈，因为这个我今天这次炖牛肉，我们虽然加了点红酒，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又加了这个巧克力？因为我们加这个黑巧克力会增添这个炖牛肉的很浓郁的一个口感跟香气。这煎上色之后呢，然后这个培根也煎好了，我们就把这个放进来，因为这个还有一点点红酒的香气。等一下呢，你会闻到更香，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加黑巧克力。但是黑巧克力呢，不能现在加，要最后完成起锅之前的20分钟之后再加。其实今天做这个黑巧克力炖牛肉，确实是一个比较欧式的做法。我们今天这个炖要炖多久啊？炖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之间。那我们只把它煎定型之后呢，我们就把刚刚这个红酒跟这个红萝卜跟洋葱加进来。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把红酒加进来的时候啊，先让它稍微煮一下，让这个牛肉有稍微吸到这个红酒的香气，还有把红酒也味道吃到牛肉里面来。这个时候呢，酱汁收干了哈，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准备加水继续做炖牛肉这个动作了哈。水就是盖过牛肉就差不多了。那我们炖煮到它1个多小时之后呢，我们就来加入我们今天这个秘密的武器。好，就是刚刚主厨说的72%的黑巧克力。那我们要加多少啊？通常我大概是加了大概30克左右。我觉得这道菜好厉害哦，因为它就是用红酒先腌，所以红酒其实非常配黑巧克力。对，这巧克力很快就融化了。有很快。而且你看这个色泽，颜色已经出来了。而且你闻到这个香气，我们慢慢的把这个巧克力跟牛肉融合在一起。等一下吃到这个巧克力的时候，真的是有幸福的滋味。对，好，那我们今天请一棒来先帮我们试试看。好。哇，很香吗？太香了，这个黑巧克力的味道真的很特别。一闻就闻到了。看你这样吃的那么甜蜜，我也想要吃一口看看。来，我来先试一口味道来。我觉得这个汁很特别。这个汁蛮特别的，浓郁的这个香气发布在我们这个肉上面。那我们今天完成我们今天的巧克力炖牛肉。再来为各位带来一个是鸡肉的料理，但是这次鸡肉料理我是选用了这个牛奶巧克力，不同的，但是我还加了一点点咖喱，让小朋友们也更喜欢吃这道料理。那一样要加点盐巴跟胡椒调味一下。鸡肉其实它也很快就熟了，那我们把它煎定型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一起在煮咖喱的时候，它也会继续熟成。但是这个巧克力呀，跟咖喱一样，就是要后放哦，不是先放，要不然会糊糊的。对。没有想到巧克力有这么多用途。以前我们都觉得巧克力只是拿来吃啊，或者是冲泡啊、喝啊。我没有想到在国外这个巧克力入菜已经不只是西方哈，连我们很近的这个日本亚洲的菜色也有放进巧克力。那为了增添它的香气，还有它的不一样的层次的口感，有一个小小技巧跟各位分享一下。不管是煎牛排或是煎什么鸡排，对，那量很大的时候呢，你看我刚放的时候，我都就1、2、3、4、5、6、7、8，我会照顺序放。对，你是从外层开始慢慢放到里层。然后呢，你第一个翻的时候，你要从第一个翻，对，这样才会忘记。对，这样才会平均。OK。要不然有时候大家想到一个翻一个，所以有时候煎出来的那个肉它就比较不会那么平均。这个时候这一个锅子呢，我们稍微加一点点油，一点点就好了哈。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洋葱哈先加进来。好，这个时候呢，煮到差不多的时候啊，好，洋葱稍微拌炒之后啊，我们就把这个刚刚的鸡肉加进来。我们就可以加一点水，我们一样加，盖过它。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红萝卜再丢进来，还有苹果跟这个马铃薯一起煮，煮到后来你已经分不清楚哪个是马铃薯，哪个是红萝卜了。所以其实这个咖喱好简单哦。对，咖喱这道很简单。那我们煮到这个软硬度适中，你想要的那个口感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来加咖喱了哈。这个时候滚的时候，把这个我们先加2块看看。好，平均一下，让它煮化。然后这个时候煮化的同时，我们这个时候也可以再加几块这个巧克力，看这个颜色慢慢的就漂亮。有开始慢慢出来了，然后浓稠度也开始出来了。我们来先试一下味道。好哦。好，来先试一下这个味道。好香哦！我已经闻到了除了咖喱以外的巧克力味，好特别哦。哇，刚刚试了黑巧克力跟牛奶巧克力。Simon主厨，你说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是什么啊？对，那我今天带来的第3道是白巧克力。哦，白巧克力我印象中好像都是比较甜哎，所以你今天是打算搭配？我今天打算搭配海鲜，那因为用白巧克力的甜，然后来 cover 这个海鲜的一个腥味，微微的腥味把它 cover 过去。OK， 所以做一个不一样的结合。好，那你今天要怎么做嘞？好，那我们今天就准备了这个洋葱跟红萝卜铺底啊。那我们准备了柠檬，然后巧克力，然后我们一点香料，就是我们的百里香。OK。那一样，所有的料理之前我们都是也先加一点点盐巴胡椒哈，这个加点盐巴胡椒。那重点是今天这个。秘密武器，很少人可以看到海鲜可以跟巧克力搭。没错，我也是非常少看到人家把白巧克力跟海鲜入菜。哎，我们刚刚是用黑巧克力来炖，然后用牛奶巧克力来煮。那现在要白巧克力来用什么呀？好，那今天做到第3道，我们用白巧克力来做烤的，把这个红萝卜跟洋葱铺底。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直接整个鲑鱼放上去。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加一点点的那个橄榄油或者是奶油都可以哈，加一点点啊。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柠檬切片哈，然后就可以摆上来，然后好这样，就是一片柠檬，一片白巧克力，哎，酸酸甜甜的感觉，对，酸酸甜甜，就好像回到初恋一样，初恋那般的滋味。哦，所以我知道，因为白巧克力的油脂本来就比较多，对，然后也比较甜，所以主厨才会想说用一个比较有酸气的柠檬去把它的味道中和一下，对不对？才不会这整道菜太过于这个甜度太甜。对，然后呢，我们再加一点这个巧克力，有点甜味，然后增添它的风味，好。那这个是要拿去烤，对吗？对，我们大概要烤几分钟啊？我们大概是180度到190度之间哈，这个鱼大概烤10分钟就可以了。OK。然后呢，我们可以放一点点香料来做装饰，增添它的香气。然后呢，如果你想要再甜一点的话呢，我们就再多放几颗，把它放满。那白巧克力感觉融化之后，上面会一排的雪山，应该很美。会不会下手太重？不会，它融化完之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鱼肉来当蘸酱，蘸这个白巧克力吃。哦，原来如此。OK。好，那我们就可以进烤箱了，是吗？
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喽！